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MaderWorks 的小江老师。这一集呢，一开始大家就看到我们桌面上有满满的这个涂装的颜料，没有错。我们今天就是要来挑战旧画。讲到旧画，很久以前，小江老师有去澳门找那个杰哥学旧画，然后呢，前一阵子又去找方丈学旧画。那学都在脑袋里面都没有实做。其实有做过几次了。但是由于年代久远，然后现在有点生疏了。那我的代工师傅太厉害了，所以我现在自己都不用下场。所以呢，今天我就要来回顾一下这些旧画技巧，我到底能不能再把它实现一次呢？那今天呢，要被我们旧画的对象呢，就是这个六角鸡牙的这个模型。这个模型呢，非常的特别。特别在什么地方呢？我们一般去逛模型店的时候，像我们这种玩科幻的，大部分的人都知道有万代嘛，或者是说我们玩民用的，大家知道有塔米亚。那还有一个系列呢，就是在我们小时候都是看到那个洛伊德，就是由那个寿屋这家公司所推出的模型。前一阵子我逛模型店，其实已经逛到有点疲乏了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些套件我都买了，而且还有买复数的人2台3台的。逛到一个小角落的时候，突然发现，这个盒绘好漂亮哦，然后我就拿起来一盒，就是这一盒。这一盒呢是六角鸡牙里面的地狱犬，它的设定就是，它有点啤酒肚，所以呢，我一看到这个啤酒肚，就觉得，跟我很 match， 所以我就买了这个。然后我就看，他要养一只狗呢，然后就问老板说，老板他有没有卖那只狗？他说没有，只剩那个架上。然后架上我就找到了这个飞行组件，啄木鸟。有些人可能知道六角鸡牙，有些人可能不知道六角鸡牙，我们就做一个简短的介绍。那其实六角鸡牙呢，它是设定在一个人员浩劫的一个时代，人类呢开始有了一些竞争嘛，然后他们就开发出了这个大型的机械载具。我觉得这个故事最酷的设定就是人去骑机械，不是人骑人，是人骑机械。我从小就一直对这种可以驾驶机械的这种东西非常有兴趣。那这个六角鸡牙里面呢，它也有一台叫赤龙。除了赤龙这种设定比较浮夸的以外呢，还有那种海鲜类的啊，就是那种脚很多、触角很多的那一只，应该是暗黑风暴。除了这个，它也有一般的民用摩托车啊，它还有车辆，它还有那种巨臂载具。就是你一坐进去，然后那个机器人拿了很重的武器可以对砍。我觉得反正一看呢，就引起了我相当大的兴趣。这个系列还有一个重点，它就是透过这个六角的这个结构啊，它可以做无限的改造延伸。也就是说，你可以把这一台呢装到那一台，把那一台装到这一台。无论你是要创作，或者是要毁灭，由你自己决定。所以我个人觉得蛮好玩的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那接下来呢，无论你买的是哪一个牌子的模型，我们都有一些最基本的前置作业处理。小江老师就手把手的带大家一步一步的往下做吧。我们先以这个为例子好了。那现在打开以后啊，你一定会有一些框架，有说明书啊，有时候会有贴纸，而且你看这个还有附精美的照片，非常的优秀。基本上说明书就是你按照它的部位去剪下来。这个我们从来没有用过，真的呢，我跟你讲，这个补框架，人家这样已经很好了。一定有人会说，我是 A 框架的12号，你可不可以只补12号给我？拜托，人家射出是一次一个框架，麻烦一次补一个框架好吗？这看起来好精密哦。如果你从来没有做过模型，你一定要好好的看下去。我们示范一步一步的把它做起来。现在呢，你需要准备这个 MAD 的斜口钳，你准备别人的也可以。我们在做模型的时候有很多段剪嘛，有时候会有2段剪、3段剪、5段剪，你只要其中一把是 MAD 的斜口钳就可以。然后这边打开，假设你没有笔刀，你可以暴力一点把它撕开也没关系。这个拿出来以后啊，我们就要开始做2段剪跟打磨的动作。那一开始呢，我们就用惯用的这个2段剪，就是离注料口远一点的地方，我先把它剪下来。那零件快掉下来的时候呢，我们把它扶着，这样就拿下来了。那这就是我们俗称的第1段剪。我们接下来就要进行第2段剪，就是这样子，你把斜口钳几乎贴平这个零件，然后翘起来一点点，把它剪到剩这样，非常的小，几乎是指甲厚度的1半。那剩下的我们等一下再来打磨。我们一开始呢就完成了这个初步的剪裁。
那这个剪裁结束以后呢，像这个上面还有一些瑕疵嘛，我们就用我们的海绵砂纸400号，好，这样做前后的切削就可以了。这个磨好以后，磨痕比较粗，我们就换我们这个600跟800，再做一下修饰。那原则上就是，就算你不做无缝啊，你至少要把这个汤口啊跟这个磨痕处理得干净一点。那一般我们就是磨到800、1000号，大概是这样子。等一下就可以上补土啊，那这些就轻微白化的这种现象都会消失。像这个步枪里面呢，它这里有一个注料口在这个里面，那我们就可以用这种金属的打磨板，好，然后搭配我们这个低粘的这个砂纸，好，那这个很简单，你就把它低粘砂纸打开，然后这个对好，轻轻压一下，放在这个桌上，用笔刀轻轻的划过来，那我们就做好了一个金属的打磨板，非常的方便，看它就可以伸进去，这里面把这个注料口全部磨干净。那一样400号磨完以后，我们就换600号，然后800，然后再磨到1000，大概就是这样子。那你就把所有的注料口磨完，我们就可以准备上色了。小焦老师，这台感觉太小台了啦。这台太小了，做另外一台啊。你说我们来做啄木鸟那一台啊？对，这一台。对。好了，反正比较顺。我们的节目就是开箱做起来，就来做这个吧。Let's go。
善。那我们目前就是努力的尝试，那希望靠大家的支持，让我们可以一直走在这条路上。哇，这个机体虽然很小，但是透过这么多旧化的叠加，真的是让人家非常的舒服，而且让人家一直想玩下去。然后啊，首先呢，我们先讲一下机体选择的部分。如果说你今天想要练旧化，以前杰哥就跟我讲过，你不要去选那种很复杂、很大的机体。然后，譬如说这么大只啊，然后零件有几千个，我们就一开始就挑这种零件数不多，需要练习的颜色跟遮盖的量也不多的，这样子你才可以把这么多的综合技巧都放在这个机体里面。那像这台机体啊，我们就练习了很多不同的旧化技巧，例如说我们藏了一些斑驳。在这个主色的里面，边缘呢，我们做了一点点掉漆；引擎我们做了一点点油污；盾牌的地方啊，我们也做了一点点褪色；机甲的下盖这里，我们也做了不同深度的划痕；毛这里啊，也做了一点点溅色，用溅色的技巧让它产生这种点状的喷血。脚底板的部分啊，我们也做了一点点尘土。最后呢，我们也玩了一下这个预电管电镀漆啊，喷嘴里面还是非常非常的亮，所以整个玩下来，光这种雨痕、划痕、风痕、刮痕的这种各种痕的表现，你就可以玩上很久。如果你现在选择的是一台很大的机体，那你就很难把这些所有的技巧先练习过一遍。我真的非常推荐大家就是选这种这么小。我们说它是大型机械嘛，你看虽然它是这么小，可是如果跟1比100的人比放在一起，其实它是很大的。那其实呢，这么多的旧化的手法，它只是呈现你观察到的事物的一种表现。可是呢，当我们堆叠了这么多的手法以后啊，你可能会降低了机体的彩度，也会降低了机体的明度。所以这一台呢，我做的不够满意。那不够满意怎么办呢？第一个，我们当然还是要去多观察生活周遭的事物啊，例如说去当几天街友啊，当几天流浪汉啊，我们就可以更接触那种大自然的这个风化的能力。还有一个就是我打高光的时候偷懒，还有遮盖的时候偷懒，所以它的彩度啊跟明度都有点下降。没关系。看，我们马上又再买了一盒，这盒是做完的，这盒是新的。我们就再挑战。以前我们做这个海之耳的时候，我第一次练习上色，我就同一台做了13只。我们下一集就继续做一台彩度高的旧化给大家看。开玩笑的，我会再练习啊，不过可能还是需要有高人的指点，所以啊，你订阅我们的频道，马上就会有很厉害的高手来帮我们示范更强的旧化技巧。然后呢，说到这个六角机啊，我发现他们这个故事设定里面是有分有钱人跟没有钱的。你是比较穷的，你看你就只有一个人形的战斗装备，然后你买得起这个啄木鸟的话，你在这个故事设定里面你是有车的。看这个规格我觉得可能跟一台宝马差不多贵。我做完这台以后呢，马上发现这样的财产是不够的，所以马上又买了一台这个劳斯莱斯。这已经不是劳斯莱斯了，这个已经是飞行器等级了。然后在现实社会中，这大概是你已经有一台直升机了。这个叫做高脚运输车。你不要看这个高脚运输车，它是可以变成武装战斗车的。这台开出来，这台就稳被打死。连模型的世界都这么残忍，你要有财富，你才可以有更多的装备。我的冻没掉了，我现在已经上网啊，不知道搜寻了几次六角机呀。我劝你们不要打这个关键字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啊。这一台我不做了，送给观众啊，分享我们的影片，然后截图订阅丢到了 FB 文章下方。我们就来抽这个啄木鸟，一起到这里啦，拜拜。
这些可以做旧化的素材跟颜料啊，实在是太多了。我们今天只是初步尝试了一些，看看这个效果液的效果怎么样啊，然后用油画会发生什么事啊，水性颜料又可以做出什么效果啊，甚至我们搭配了一些珐琅漆，然后也去尝试了不同的硝基漆跟金属漆。未来我们应该会有更多的机会玩到旧化这一块，也会去尝试更多元的效果液、效果漆。那喜欢我们的影片呢，你一定要按赞、订阅支持，那我们就可以有更多的这个旧化资源，或者是说这种技术分享给大家。好，拜拜。